上回说到，索隆被神官光头哥一路暴虐后，终于爆出必杀，将光头哥一招结果，所有神官均被干掉，只剩下最后的大 boss 艾尼路。另一边，路飞几人还在巨蛇的肚子里鬼打墙，一通折腾让巨蛇疼痛的剧烈翻滚，几个人仿佛进了滚筒洗衣机。终于安静下来之后，艾莎抓起甘福尔的矛枪，想与甘福尔碰一下。几百年来，山地亚人和空岛人的仇恨一代传给一代。艾莎虽然年幼，但是对空岛人的恨却是根深蒂固。大家都认为，所有的空岛人都是夺走山地亚人家乡的罪魁祸首。曾经的统治者甘福尔更是其中的祸源。连鸡都没杀过的艾莎，执意要砍下甘福尔的脑袋。甘福尔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如果取下我的脑袋能消除你的仇恨，那就拿去吧。艾莎愣住，娜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是没有扭转艾莎心里扭曲的观念。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种族都有好人和坏人，艾莎被族人植入根深蒂固的想法却是，这个世界上除了山地亚人，其他种族的人都是坏蛋。艾莎举起矛枪，我要杀了这个坏蛋。路飞上前一把抓住艾莎手中的矛枪，杀人偿命，未成年保护法就应该把你这种熊孩子给除名。罗宾独自一人在山多拉都市的遗迹中探索，很不幸的遭遇了艾尼路。艾尼路对这个从青海而来的考古学家赞不绝口，你这个小妮儿不得了，我们都花了好几个月才发现这个遗迹的，看来能读懂古代文字就是方便。不过你要的黄金没有了，你们晚来了几年，那种珍贵的东西只有我才配拥有。罗宾早就注意到黄金都市山多拉之中没有黄金，看来是被艾尼路一个人独占了。罗宾想了想，随后打听罗兰朵书中记载的黄金钟所在。艾尼路一脸懵逼，他似乎从来没见过黄金钟，但是他听说就在阿帕亚多升上空岛的那一天，所有空岛的人都听见了钟声，证明那个巨大的黄金钟就在空岛上。想想还有点小激动。艾尼路准备动身去寻找黄金大钟，突然信网探查到了一个让艾尼路不爽的声音。艾尼路皱起眉毛，面露杀气。此时此刻，就在梅利号停泊的岸边，金发小姐姐和她的父亲触角大叔在路边捡到了一个奴隶，他是曾经跟随甘福尔的卫兵，后来和其他人一起被艾尼路抓走，强制劳改。这个男人看到触角大叔后激动不已，触角大叔叫来女儿准备一起救他，男人拒绝了。他激动地扯着嗓子大喊：空岛上有我的家人，来不及了，快告诉大家，艾尼路打算还原一切，空岛将会被扔回青海，这个国家将会消失，所有空岛的人都会死。触角大叔震惊的说不出话，大脑空白了几秒后才回过神来，焦急地问道：如果是这样的话，艾尼路自己也无处可去了。男人大喊：他有方舟，谏言我们这6年来一直在被迫造那艘船。这时天空突然传来一道耀眼光芒，肉眼可见一道雷电从正上空劈下来，情急之下，触角大叔一把将女儿推了出去，雷电落地瞬间爆炸，接着丛林便燃起大火，触角大叔和男人被轰得连骨头渣都没了。金发小姐姐眼看着自己的父亲在自己面前被雷电轰成了灰，内心的悲痛可想而知。伤心了一阵，金发小姐姐坚强地站起来，留下宠物狐狸后独自骑着尾巴出海。她将这件事传达给岛上所有人，这可是自己的父亲用生命换来的情报。索隆砍完了神官光头哥，折回去去救娜美。那个自称是山地亚人战士的黑小子和那个蛇斗了半天也没分出个胜负，简直是个废柴。看我罗罗诺亚索隆来扭转乾坤。索隆冲上前拔出刀来，蹭蹭蹭奋力挥下，巨蛇毫无反应，甚至还有点想笑。索隆很尴尬，大意了，原来空岛最厉害的是这条蛇。安尼路干掉了幸运的男子后，似乎有意在罗宾面前展示一下实力，再次释放大招，这一次威力更猛，以安尼路为中心，万重雷电倾泻而出，整个地面都被轰碎，所有人向下一层陆地坠去。借着这个机会，路飞和娜美等人从巨蛇肚子里逃了出来，结果事有意外，只有娜美和甘福尔老大爷逃了出去。路飞和艾莎被娜美的机车排气筒喷回了蛇肚子，艾莎大骂路飞白痴。路飞主张从蛇的屁眼溜出去，艾莎上去就是一拳，谢瑶，我还是死在这里吧。好在这时老大爷的丑鸟受老大爷之命折回来接应路飞和艾莎。路飞一见不用钻屁眼，很高兴，拉上艾莎，乘上变身的筹码，策马奔腾向外面冲去，噼里啪啦一通坠落。罗宾站在原地一动未动，静观着犹如世界末日一般的景象，还意外的捡到了索隆和巧巴。另一边，韦伯随着坠石掉到这里，看到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这里就是山地亚人的故乡，山地亚人的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祖先们一直保卫着山地亚人引以为豪的城市，就连称霸整个空岛的巨蛇看了都说好，大概是回到家了。巨蛇不住流泪，艾尼路表示自己最受不了别人哭了，送你去往那西方极乐世界好了，
艾尼路随手一挥，那条鱼尾脖和索隆纠缠了大半天的巨蛇被一击必杀，瞬间烤熟。艾尼路宛如君王一般，将目前还有意识的人召集过来。在场的除了艾尼路，还有索隆、罗宾、甘福尔、韦伯以及娜美。而距离艾尼路预言的3小时还有3分钟，游戏马上就结束了。太把自己当回事的艾尼路曾预言，3小时的时限后，阿帕亚多只能存活5个人。于是他决定现场除掉1个人，以保证自己预言的准确性。你们谁赞成，谁反对？索隆看了看罗宾，要不你死？罗宾果断回答不。索隆说道：“漂亮，我也不想死。”所有人指向艾尼路：“你一死，什么逼事不就没有了？”艾尼路哈哈大笑：“你们跟大哥说话的语气没问题吗？给你们一个机会，重新组织一下语言，注意你们的身份和说话方式，我不想再看到第2次。”甘福尔实在是听不下去艾尼路的废话了，手中矛枪一指：“可别废话连篇了，快说，你到底要干什么？”艾尼路微微一笑：“本王要起驾回宫，回到我本来应该回去的地方。我出生的那座空岛，人们称它为无限大地，那里有一望无际的辽阔大地，是我所追求的梦幻世界。阿帕亚多这种弹丸之地，本王根本不屑将它夺到手中。”甘福尔惊呼：“你说的不会是界王界吧？”艾尼路将手中的铁棒重重抓在地上。听好了，凡人们，你们的争斗有着更深层的理由。好好想想，这个扎根于空中的国家本身就是违反自然的存在。甘福尔感觉有些不妙，你该不会是要毁灭这里吧？艾尼路说道：“自信点，把该不会去掉。没错，我要把所有人从这片天空上拽下去，遵循自然规律，摧毁这里。”甘福尔挥动矛枪怒道：“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自称为神，还真的以为自己就是神了。”艾尼路似乎有意激怒甘福尔，大摇大摆地坐下，说出了那个让人一听就像当场手撕他的事情。当年败给艾尼路并被他强行奴役进行劳改的那650名甘福尔的部下，现在全挂了。艾尼路口口声声说自己并不想杀他们，不过他们听说自己的真正目的后，他们居然勃然大怒。解决麻烦最好的办法就是解决掉制造麻烦的人。甘福尔紧握矛枪的手不住颤抖。你知道吗？岛上还有他们的家人。艾尼路笑道：“为了让他们团聚，我决定把他们的家人也干掉，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甘福尔暴怒，手中矛枪刺向艾尼路。艾尼路微笑着将手中的铁棍抛向空中。甘福尔的矛枪刺穿了艾尼路的身体，艾尼路化身成一道闪电躲到一边，手中颤动，一道电光从指尖蹦出，500万、1000万、2000万伏特，放电！甘福尔大叔这把年纪实在是吃不消这等电击疗法，浑身被烤焦，冒着烟摔倒在地，头盔被击穿了一个洞。在场的人惊了，自然系响雷果实，即使在为数众多的能力中，也是被称为无敌的能力之一。雷的力量，自然界中最强大的力量，人类根本对抗不了。艾尼路张开手掌，5时已到，祝贺你们活下来了，5个勇士！我要带你们前往我那即将启动的梦幻世界——无限大地。索隆眉头一皱，我他妈中幻术了！艾尼路的风言风语遭到罗宾的直接拒绝。罗宾以为艾尼路不会轻易破坏掉这个岛屿，因为有一个他心心念的东西还没有线索，那就是黄金钟。但艾尼路表示那都是小意思，别忘了我可会新王，摄魂取念的技术一流，你那点小心思我早就摸透了。你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恐怕就是黄金钟的所在地，我最讨厌打小算盘的女人了。艾尼路抬起一根手指，一道闪电蹦出，直接击中了罗宾的额头，罗宾迎面倒了下去。索隆一个箭步窜过去，将罗宾接住。艾尼路笑道：“一看就知道了。”索隆双刀在手，冲过去便砍。艾尼路跳起来躲开索隆的攻击，韦伯趁此机会举起火箭筒，瞄准艾尼路就打。艾尼路打出电光一闪，直接爆了韦伯的燃烧弹。你好像还没有弄明白，你们所使用的能量对我来说形同虚设，我都诚挚的邀请你们随我一起前往梦幻世界了，用不着这么杀气腾腾吧。索隆拔出双刀冲向艾尼路，老子宁愿随唐僧去往西天极乐世界，对你的梦幻世界根本没兴趣。艾尼路脸色一沉，那位在一边扯着嗓子喊道：“不行啊，索隆，对手太强了！”艾尼路纵身跃起，原来你这么想去西天极乐世界，我满足你。艾尼路抓住索隆的双刀，超强的电流顺着双刀导向索隆的身体，索隆惨叫一声后失去作战能力。艾尼路一脚踹在索隆的脸上，此时索隆还有意识，艾尼路并没有对他下死手。韦伯趁着艾尼路向索隆讲述心灵毒鸡汤的时候，丢掉火箭筒，几个撑手翻将艾尼路压在身子下面，然后将右手的排击背按在艾尼路的胸口。艾尼路心想，这人怎么就不长记性呢？动了动身子，却发现自己动不了了，脸上的笑容逐渐凝固。韦伯说道：“你知道海楼石吗，艾尼路？海楼石能够散发出和大海一样的能量，剥夺能力者能力的一种矿石，所有恶魔果实能力者的克星。”艾尼路感觉自己不仅动不了，身体也变得虚弱，
他开始慌了。通过新网，他听到了韦伯的心声，他要用排击被轰炸自己。这样一来，韦伯自己也会受到很大反作用力，不死也要残。没想到韦伯却坚定地说道：“少废话，老子死而无憾，只要能拉着你陪葬，排击！”轰隆一声巨响，震动了整个空岛。爆炸之后，韦伯气喘吁吁地站在一边，艾尼路已经口吐鲜血，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